17级的风王画家沙到底什么概念？为什么广东省内高铁列车全部停运？广州各区学校纷纷停课，相关部门甚至提醒大家做好生活物资的储备，请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一，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17级的风王画家沙，它预计在广东的汕尾至海南文昌一带登陆，登陆时强度仍然可以达到14到16级，影响将持续到25、26日，其中心风速达到了62米每秒，能够轻易掀翻房顶，掀起10米的巨浪。请大家务必注意安全，听从当地防御部门的安排。那么17级台风到底是什么概念？和往常的台风有什么不同呢？17级台风之所以被称为超级台风，它的风速可以达到甚至是超越51米每秒，风力能够把砖木结构的房子直接摧毁，还能够掀起毁灭性的风暴潮。那么说起超强台风，有两个名字你应该非常的熟悉，就是2018年的山竹和2023年的苏拉，这两个可是实打实的17级的风王。2018年的山竹，它巅峰时候中心最大风速能够达到65米每秒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？当时不少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子的外墙都能被它轻松的掀坏，还能掀起12米以上的风暴潮。当时被称作本世纪以来西北太平洋最强台风之一。后来它在广东登陆的时候，强度虽然降低了一些，但是还是保持了14级的强台风级别，中心风速也有45米每秒。那么再看这次画家沙登陆风速，预计会在45到52米每秒，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也难怪这次广东高铁从23号起就逐步停运，24号就全部停运，广州各区的学校也都停课了。那么为什么一到秋天就容易冒出风王这种超强台风呢？这个背后不是偶然，而是好几个有利条件的叠加结果。首先是9月的西北太平洋海表温度能够达到29度以上，暖水层还特别的厚，就像给台风准备了超大的能量库。刚好北方冷空气开始南下，跟台风之间形成了气压梯度，冷空气跟台风的环流一交汇，风力强度就直接上来了。而且秋天高空的辐散条件更好，就像给台风打开了排气阀，能够让它的能量充分的释放出来。最后副热带高压会往南移，让低层的水汽更加的集中，又给台风加了一把火力。这次的画家沙就是刚好赶上途经海域温度高，垂直风切变又弱，才能在短时间内从普通的热带气旋一路升级到超强台风的。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画家沙有多厉害了，超强台风真的来了，那么我们老百姓该怎么做好防御呢？这可是关系到人身安全的大事儿，一定要点个赞，仔细的听，必要的话转给亲朋好友们一起看一看。首先，居家准备得做足，窗户的玻璃用胶布贴上米字，这样风来了，把玻璃吹碎了也不容易溅伤人。空调的外机呀、阳台的花盆这些容易掉下去的东西，赶紧加固好，或者是转移到室内。准备充足的饮用水、方便食品、手电筒、移动电源、急救包和简单的药品，万一台风导致断水断电，也能够应付一阵子。同时，也准备好收音机，能够及时的听到相关的预报。最后，出行方面一定要绝对的注意，台风影响期间尽量不要出门，车也尽量不要开，千万别抱着没事儿的侥幸心理去试一试。还有沿海地带、山区地带、低洼的这些危险地方一定不能去。同时，还有应急措施也很重要，要是住的地方属于风险区域，转移路线得提前弄明白。真要转移的时候，不要慌张，一定要听指挥。家里边要是进水了，第一时间切断水和总电源，预防触电。如果有必要需要出门，那开车的时候遇到涉水熄火了，千万不要犹豫，尽快弃车逃生。同时，步行你得远离广告牌、电线杆、树木这些容易倒的危险物品。积水的路段也小心一些，不要随便乱走。有时候遇到没有井盖的水井都很危险。最后还有一点，请及时关注相关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，还有气象 App，跟着官方的指引做好防护和应急的转移。那么既然聊到了台风不同的等级，那么台风是怎么分级的呢？我国采用的是国际标准数据来分，一共分成6级。最轻微的是热带低压，风力是6到7级，风速大概在10到17米每秒，就跟平时刮的小风差不多。然后是热带风暴，8到9级风，风速是17到24米每秒，这个时候出门就得攥紧雨伞。再往上是强热带风暴，10到11级风，风速24到32米每秒。咱们常见的就是树枝断裂，接下来就是常见的台风12到13级风，风速是23到41米每秒。然后是强台风14到15级风，风速是41到50米每秒，破坏力已经很强了。最厉害的就是超强台风，大于16级风，风速大于51米每秒。
那么这次的画家沙巅峰时刻，它能够达到17级，风速是62米/秒，远超超强台风的标准，也难怪它能被称为是今年的风王，是今年西北太平洋最强的台风。那么这些稀奇古怪的台风名字是怎么来的呢？其实现在台风的命名是一个国际合作项目，咱们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台风是由14个亚太国家和地区一起商量着取出来的名字，包括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菲律宾、美国这些国家，每个地方都要提供10个名字，加起来总共140个，形成一张循环使用的命名表。从2000年1月1日就正式启用这套命名方式，也就是说，台风一来就按照这张表的顺序挨个给他们起名字。那么这些名字有什么讲究呢？首先就是得好读和好记，每个名字不能超过9个英文字母。而且你会发现，台风名字大多听起来挺温柔的，比如说泰国给取的妮达，这个是个女士的名字；咱们中国给的悟空、木兰，这些要么是神话人物，要么是传统文化的符号。还有像越南提供的海星，韩国给的布里，这个意思是大麦，都带着各自的文化特色。不过要是某个台风造成了重大的灾害，那么它的名字就会被永久除名。那么就像咱们说的山竹，18年登陆之后，它造成了重大的损失，后来就被泰国提议给除名。要是名字发音不好，或者是有歧义，也会被替换。比如以前有个台风叫青松，因为在马来西亚当地，它的名字发音类似于海啸，他们的居民很害怕，这个名字就被换成了云雀。最后，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度过这次强台风的影响。说真的，面对画家沙这样的超强台风，咱们普通人能做的就是科学的防御，去听从指挥，不要添乱，同时保护好自己。咱们一起把该做的准备都做好，一定能度过这次难关。风雨过后又是新的开始，永远不要停止思考。我们下期再见。